敬老卡的點數用不完，原因不是店家太少，也不是你不會刷，真正的原因是2條寫死的規定，再加上一道幾乎沒有人提醒過長輩的罰則。這一支影片只做規則說明，資料截到2026年8月，各縣市的制度這1-2年都還在調整，看完以後還是要以你戶籍所在縣市社會局的最新公告為準。很多長輩皮夾裡都放着一張敬老卡，每個月都知道有錢進去，卻從來沒有真正把它花完過。問起來的答案幾乎都一樣，說沒地方刷，說住的地方公車少，說不好意思麻煩司機。這些理由聽起來都很合理，但都不是主因。主因是規定本身，而且是3道規定，一道比一道容易踩到。先講一件很多人在整理資料的時候都漏掉的事，全台灣不是每一個縣市都發點數，有些地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制度。縣內的公車或者交通船直接免費，不限次數，根本沒有每個月幾點這回事。基隆市的市區公車免費，台南市的大台南公車跟小黃公車不限次數免費，宜蘭縣的市區公車免費，雲林縣的合約路線公車免費，澎湖縣的縣內公車跟交通船免費，金門縣的縣內公車跟交通船免費，連江縣的縣內公車免費，南北竿的船票半價。這幾個地方之所以走免費制，多半跟人口規模、路網範圍還有地形條件有關。離島本來就只有幾條固定的公車路線跟交通船，直接開放免費，在行政上比算，點數簡單。這不是誰比較好誰比較差的問題，是條件不一樣，做法就不一樣。住在這幾個地方的長輩，你手上那張卡不是點數卡，是通行卡，你不用去算這個月還剩幾點，也不用擔心月底歸零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，免費的範圍多半只到縣內，而且限定是合約路線，出了縣市或者搭的是非合約的客運，還是要照票價付錢。這條分叉一定要先搞清楚。長輩最常犯的錯就是聽鄰居講，聽電視講，拿別的縣市的規則來套自己手上這張卡。別人說月底要刷光，你這裡根本沒有點數可以刷。別人說可以折抵掛號費，你這裡的卡也刷不了。同樣叫敬老卡，制度是兩回事。所以第一件事，你先確認自己是哪一套。最快的方法是看卡片背面或者當初給你的說明單，上面有沒有寫每月幾點。有寫點數的就是點數制，後面講的3道關卡你每一條都要聽。沒有寫點數，只寫免費搭乘或者優待的就是免費制。你要記得重點不一樣，是範圍跟展期。搞不清楚也沒關係，打一通電話到區公所的社會課，報上你的姓名跟身份證字號，承辦人查一下就知道了。接下來講發點數的縣市，我把金額分區念過一次。北部這邊，台北市跟新北市從2026年7月1日起，每個月的點數由480點調升成600點。台北市大約有70萬名長者跟身障者受惠，新北市這邊大約是82萬名長者，再加上18萬名身障者。桃園市每個月800點，復興區是1000點，新竹市的數字比較麻煩，媒體整理出現過800點跟1200點兩種說法，兩邊互相矛盾。這一項請你直接打電話問新竹市政府社會處，不要聽我轉述，也不要聽任何一則新聞轉述。新竹縣目前是500點，另外有加碼到1000點的規劃，那是未來才生效的政策，要看正式生效日期。苗栗縣是700點，中部這邊台中市1000點，彰化縣1000點，南投縣1000點，南部這邊嘉義市1200點，嘉義縣1000點，偏鄉地區是1200點，屏東縣1000點，高雄市從2026年7月1日起是600點，台南市走的是前面講的免費制，沒有點數。東部這邊花蓮縣1000點，台東縣媒體整理寫的是1500點，另外有報道說其中400點是給健身活動使用，這個我只看到媒體轉述，沒有看到官方頁面的明文、金額、生效日跟能用的範圍，要以台東縣政府社會處的公告為準。離島的澎湖、金門、連江就是前面講的免費制。要提醒的是，上面這些數字裡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媒體整理，不是我一個一個從官網抄下來的。我把有官方頁面明文的跟只有媒體轉述的分開講給你聽，就是希望你不要把轉述當成定論，真正要用的时候還是要回頭查你自己那個縣市的公告。這些金額我只把數字念出來，不做任何比較，也不排名。每個縣市的財政狀況、人口結構、公車路網密度都不一樣，點數多不代表比較好用，
點數少也不代表虧待長輩。這一支影片只講規則，不評價任何一個縣市。講完金額，接下來是最關鍵的一句話。高雄市的官方頁面上白紙黑字寫着：當月核發，當月使用，未使用完畢之點數不予累計。第一道關卡就在這裡，月底歸零。你的點數不是存款，是一筆有效期只有1個月的補助。這個月核發給你，你這個月沒有刷掉，時間一到就消失，不會滾到下個月，等於政府那筆錢從來沒有發過。換個方式講，你會更有感覺。假設你1個月600點，實際只刷掉200點，剩下的400點就沒了。1年12個月都這樣，等於1年少領4800點。這筆錢不是被誰扣走，是你自己沒有領，而且他每個月都重新發一次，所以你每個月都在重複同一個損失，年復一年，數字就大了。所以敬老卡的點數永遠用不完，答案根本不是店家太少，是因為你的用完跟制度的用完算法不一樣。你以為卡裡的數字會一直累積到你哪天要出遠門的時候一次刷掉，實際上系統每個月幫你重新歸零一次，你每個月只有那1個月的額度，過了這個月1天都不能再用。我要講清楚，當月核發，當月使用這一條，我看到官方頁面白紙黑字的是高雄、台北、新北，加上桃園機場捷運那一筆點數，花蓮跟嘉義市也是當月歸零。其他發點數的縣市是不是也一樣每個月清一次？還是有季節或者年節的做法？我沒有一個一個查到官方頁面，你要打電話到自己縣市的社會局問清楚。這裡有一個很多人誤會的細節，要順便講清楚。點數不是1號早上自動入賬，新北市社會局已經澄清過，是當月第一次使用扣點的時候，600點才自動匯入。網絡上流傳說要在7月1日當天拿卡去靠一下才會生效，那是不實訊息。你不用為了那個傳言特地在1號跑去公車站或者捷運站刷一下，你什麼時候用，什麼時候就進賬。還有一件事不能講死，有人會說敬老卡的點數永遠不能累積，這句話目前不完全對。台北市跟新北市都已經在規劃換發2代卡以後實施點數累積制。台北市社會局的說法是要擴充系統，要換發2代卡，預估2029年才會完成，現在還在研議。而且全面實施以後，估計每年會增加大約200億元的支出。所以正確的講法是，目前不累積，累積制還在規劃中，還沒有上路。你現在手上這張卡就是照月底歸零這條規則走。我特別把這件事講清楚，是因為現在手機的長輩群組裡很常轉一種訊息，說點數已經可以存起來了，說以後可以一次領1整年，那是把規劃中的政策當成已經實施的政策在傳。你如果照那個講法過日子，這1年的點數就全部白白丟掉了。政策什麼時候上路，會有正式公告，在正式公告出來以前，就照現在的規則用。那要怎麼做才不會浪費？最實際的方法是把原本就會花的錢改成用點數付。第2道關卡只認你涉及的那個縣市，點數補助的錢是各縣市政府自己編的預算，原則上只在發卡那個縣市的系統裡扣得到。你人在台北，卡是台北發的，刷台北的公車、捷運扣的是點數。你今天坐車回南部老家，同一張卡拿去刷当地的公車，多半扣不到點數。這時候能用的是法定的敬老優待票價，或者是你自己儲值進卡片裡的那筆錢。這一點造成很多長輩的誤會，他覺得我這張卡明明有錢，怎麼刷下去嗶一聲還是扣我自己的錢？因為那不是同一個口袋，點數是補助，儲值金是你自己的錢，兩筆是分開的。跨了縣市，補助那一筆就对不上系統。不過也不能說跨縣市完全不能用，目前有一個明文的例外，就是桃園機場捷運。從2025年7月1日起，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敬老卡、愛心卡的點數可以拿來搭桃園機場捷運，1點折抵1元，優先扣點數，點數不夠再扣卡片裡的電子錢包，單趟最高扣30點。要注意的是，這個點數一樣不跨越累積，每個月自動歸零，規則跟本來的一樣。另外一個跟北市長輩比較有關的是台北捷運跟新北捷運。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敬老卡、愛心卡、愛心陪伴卡搭台北捷運跟新北捷運，包含淡海輕軌、安坑輕軌、環狀線，享單程票價4折，不限次數。這是優惠票價，跟點數是兩件事，你要分開記。
所以出門前你要先問自己一句話：我這張卡出了縣市，到底算不算？答案通常是不算，只有少數明文寫出来的例外才算。真的要跨縣市搭車，出門前先在卡片裡儲值一點錢，比較不會在車上尷尬。這條規則對2種長輩影響最大。第一種是戶籍在一個縣市，人實際住在另一個縣市的，很多人退休以後搬去跟兒女住，戶籍卻還留在老家。這種情況，你天天搭的是新住處的公車，扣的卻常常不是點數，因為你的補助跟着戶籍走。如果你已經是長期居住，可以去問問看遷戶籍的利弊，順便問清楚遷過去以後要重新申辦哪一張卡，原本那張要不要繳回。這件事沒有標準答案，牽涉到你其他的福利，一定要問過承辦人再決定。第二種是常常兩地跑的長輩，比如每個月回鄉下住幾天，你的做法應該是分開算，在涉及縣市盡量用點數，出縣市那幾天就用儲值金，回來以後記得再查一次餘額，因為你出去那幾天涉及縣市的點數是原地不動的，月底一樣會歸零。第3道關卡，這一條標題沒有寫，也是最多長輩不知道的一條，我要特別花時間講。卡片借給家人代刷，被查到會被停权，而且要追繳，罰的比多數人想象的重很多。敬老卡是記名的票卡，只限本人使用。台北市社會局的常見問答寫得非常清楚，非本人使用第一類票卡，經查獲會收回票卡，並且停止免費補助1年，第2次被查獲停3年，第3次以上停5年。除了停權，還要補繳票價，另外支付票價50倍的違約金。停權那段期間，只能改辦自行加值的半價卡。桃園市的規定也一樣，票卡採記名，不得轉讓或者借給他人使用。違反的人停止補助跟使用票卡1年，第2次3年，第3次以上5年。台中市的規定同樣是這個級距。我要誠實說一句，我查到的是這些縣市白紙黑字的罰則條文，我沒有查到台灣本地實際被停權的個案報道。網絡上流傳的一些說已經有人被判刑的內容，多半是別的地方、別的制度，不要拿來套台灣。但是條文就掛在社會局的官網上，這是政府隨時可以執行的規定，不是嚇人的。長輩最容易踩的情況，其實都不是故意的。孫子放學要坐公車，阿嬷把卡拿給他刷一下，太太的卡沒帶出門，先生說用我這張刷2次就好。這種在家裡看起來很自然的舉動，在系統那邊就是非本人使用。而且現在的票卡是記名的，後台看得到刷卡的時間、路線跟頻率。短時間同一張卡連續刷2次，或者出現在不合理的時段跟路線，是查得出來的。要記住，這張卡的點數是政府對你這個人的補助，不是給整個家庭用的交通費。借出去1次，可能就換來1年不能用，真的不划算。還有一個延伸的狀況也要提醒，有些長輩會把卡放在家裡的抽屜，或者放在孫子的書包裡忘了拿出來，等於卡不在自己身上。萬一被別人拿去刷，事後很難解釋是不是你本人使用。卡就跟身份證一樣，隨身帶着，不要交給別人保管。如果真的行動不方便，需要別人陪同就醫或者代辦事情，不要用借卡的方式解決，直接去問区公所有沒有陪同或者代辦的正規管道，走正規的路才不会出事。再來講點數到底能刷什麼，這一段各縣市差很多。我用有官方頁面的高雄市當例子，高雄市的社福點數可以用在市區公車、公路客運、市營渡輪、輕軌、捷運、特約計程車、台鐵、運動中心、藝文場館、銀發健身俱樂部、門診掛號費，還有市區的定期月票。你看得出來，這已經不只是交通了，運動中心跟藝文場館也算。所以如果你住的縣市有類似的開放範圍，點數不一定只能拿去坐車，想去運動中心走個跑步機，想去看場展覽，先問一下能不能刷點數，這是最不容易浪費點數的用法之一。但是我要再強調一次，每個縣市開放的範圍差非常多，有的縣市只能搭公車，有的連計程車跟台鐵都能刷，有的還可以折抵掛號費。你不能拿別人縣市的清單來對照自己的卡。最保險的做法是打電話到你縣市的社會局，請他們把目前開放的項目念給你聽，或者請家裡的年輕人幫你把官網那一頁列印出來貼在冰箱上，這樣每次出門前你都看得到。
比記在腦子裡可靠。特約計程車這一項特別值得問清楚，有些縣市只有登記過的特約車隊可以扣點數，你在路邊隨手攔的車不一定算，真的要用。事先問清楚哪些車隊有配合，怎麼叫車，腳不方便又住在公車班次少的地方，這一項可能比公車更實用。門診掛號費折抵這一項要特別講，能折抵的是掛號費，是一筆行政費用的折抵規則，跟你該看哪一科，該做什麼檢查沒有任何關係。我不會，也不應該在這裡告訴你去看什麼科，或者建議你買什麼東西。身體有狀況，該掛哪一科，要不要處理，請跟你的醫師討論。台鐵折抵的部分也要提醒，各縣市可以折抵的點數上限不一樣。媒體整理出現過從20點到200點都有的說法，沒有一個全國通用的數字。你要搭台鐵想折抵，先問清楚自己縣市的上限。台北市下半年還有一些擴大用途的消息，像是超商、超市、藥局、農會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彈性額度，還有醫院掛號費折抵、公共自行車前30分鐘免費之類的。這些多數的說法是預計，是第二階段，不是全部都已經上路。上線日期要逐項向台北市社會局確認，不要聽到就當成現在已經能刷，跑去店裡結賬卡住反而尷尬。既然點數月底會歸零，那月中就要盤點，怎麼查餘額？我講幾個不用花錢的方法。第一個，手機。如果你的卡是常見的電子票證，發卡公司都有自己的手機應用程式，輸入卡號就可以查餘額跟交易記錄，查得到的區間大約是最近3天到3個月。這個方法最方便，家裡的兒女幫你設定一次，以後你自己按就好。第二個，超商的多媒體機台，走進去操作一下，可以免費查最近6筆交易，會印出來或者顯示在熒幕上。買東西順便查，不用專程跑一趟。第三個，捷運站的詢問處跟自動查詢機，還有各區公所的展期機，也可以查最後幾筆。我建議你把時間定在每個月15號前後，那天拿卡出來查一次，看看這個月還剩幾點。如果剩很多，接下來這半個月就多用點數，少用現金，該去的地方安排一下，把額度用掉。如果快用完了，也心裡有底。不會刷，不過還在櫃檯前面愣住。為什麼是15號，不是月底最後一天？因為月底才發現剩太多，你來不及用，剩個300點，最後2天要刷完，你得硬擠出行程，反而變成為了花點數而出門。15號查，你還有半個月可以自然的安排。本來就要回診，本來就要去市場，本來就想去看孫子，把這些行程改成搭公車，點數自然就用掉了。還有一個小提醒，查到的餘額如果跟你想的差很多，先不要慌，可能是有一筆交易還沒入賬，也可能是你跨縣市刷的那幾筆扣的是儲值金，不是點數。把交易記錄調出來，一筆一筆看，多半都找得到原因。真的看不懂，帶着卡去區公所問，承辦人查得到完整記錄。順便提一件容易忘記的事，台北市的卡片每6個月要到超商或者捷運站辦展期，沒展期就刷不過。其他縣市的規則不一樣，有的是年度展期，有的是要定期換證。這一項一定要問自己。縣市的公所，很多長輩以為卡壞了，其實只是忘記展期。判斷方法很簡單，如果你的卡是突然之間刷不過，而且不是只有一台機器不行，是每一台都不行，那多半不是卡壞掉，是展期、到期或者資格需要重新確認。先別急着去補辦新卡，先去展期看看，展期不用錢，補辦要錢，順序弄反了，白白多花100元。卡片如果不見了，處理順序是這樣：第一步，先打電話給發卡，單位掛失，先把卡停掉，避免被別人撿去刷。第二步，準備補辦的東西，通常是國民身份證正本、2寸彩色照片、印章，還有制卡費。制卡費多數縣市是100元上下，台北市是100元，高雄市第2次申辦是100元，新北、桃園、新竹市大約是100到110元。第三步，帶着這些東西到區公所的社會課或者各縣市指定的辦理地點補辦。照片建議一次多洗幾張放在家裡，補辦、換證、辦其他福利都用得到，臨時要找反而麻煩。印章有些縣市會要，有些不會，帶着去總不會錯。掛失這一步不要拖，卡片裡如果有你自己儲值的錢，掛失之前被撿到的人刷掉了，那筆錢是拿不回來的。點數的部分因為是記名的補助，比較不容易被亂用，
但也要停掉才安全。發卡單位的電話，平常就抄一張小紙條放在皮夾裡，跟卡放在一起，真的掉了才找得到號碼。補辦好的新卡，記得確認一下這個月的點數還在不在。有些系統是換卡以後點數跟着新卡走，有些要等下個月才重新核發，這一點各縣市做法不同。領卡的時候當場問清楚，不要回家以後才發現這個月的額度不見了。申辦資格順便講清楚，多數縣市是涉及而且實際居住的65歲以上市民。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例外，55歲以上的原住民就可以申辦，不用等到65歲。這是全台普遍適用的提前申辦資格。家裡有符合的長輩，早一點去辦，早一點開始領這筆補助。台北市另外還有一項持有效永久居留證的65歲以上外籍人士也可以辦。最後，我把整支影片濃縮成3句話，你把它記在心裡就夠了。第一句，這個月還剩幾點，月中查一次，月底之前用掉，因為當月核發，當月使用，沒用完不予累計，累積制目前還在規劃中，還沒有上路。第二句，我這張卡出了縣市算不算？原則上不算，跨縣市多半只剩法定敬老優待或者你自己儲值的錢，只有像北北市點數搭桃園機場捷運這種明文寫出來的例外才算。第三句，卡不要借人，記名的票卡只限本人使用，被查到收回票卡，停權1年起跳，還要補繳票價跟50倍違約金，一次都不要試。如果你住在基隆、台南、宜蘭、雲林、澎湖、金門、連江，前面2句你可以放輕鬆，你要記得是免費範圍到哪裡，要不要定期展期。第3句，卡不要借人，這一句不管哪一套制度都一樣要守。這3句話你今天就可以講給身邊的朋友聽，長輩之間傳的多半是聽來的版本，一傳就走樣。你把月底歸零，只認涉及縣市，卡不要借人，這3件事講出去，比任何一張比較表都實用。各縣市的制度2026年都還在調整當中，我今天講的每一個金額跟日期都可能在下一次公告以後改變。今天看完就撥個電話給你戶籍所在的縣市社會局，或者請家裡的年輕人幫你查一下官網，把3件事問清楚。我的點數每個月幾點，能刷哪些地方，卡要不要展期，問清楚這3件事，你這張卡才真的是你的。